很多人都讲，如果你一直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自居，不强求融入日本社会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过得蛮爽的。我就觉得好像当时我应该跟他说句谢谢，缺乏了一种活人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觉得这才是 culture shock。我是玛丽豆，我是奥莉，我在上海，我在东京。Welcome to 一点时差。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一点时差的节目，然后还是想跟对，你在烘托氛围是吗？Yes。今天是我们一点时差的第一期节目，还是想跟收听的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播客节目的契机。我跟奥莉呢是前公司的同事，而且是两个人是并排坐过同桌，属于这种情谊深厚的同桌牛马，所以同桌了4年。对，同桌了4年，所以4年嘛，在一个人的生命长河里面已经不算短了。然后两个人现在都离开这家公司以后，因为觉得聊天也都是还是比较舒服的节奏，所以想着不如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播客节目，可以聊一聊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变化，包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的一些分享。奥莉现在因为人在日本嘛，所以等于是在日本生活是从零开始，我其实还是蛮好奇的，所以我们就想着不如第一次播客节目就从奥莉在东京开始，要不奥莉现在先谈谈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动线的变化吧。我呢是新上海人，本科和硕士是在美国读的，然后毕业之后呢回国工作了4年多，现在是在东京已经生活了快要3个月，我觉得基本上已经适应了吧。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同桌牛马的4年，是你到现在为止大学毕业之后唯一工作的4年是吧？就上班打卡的4年。我觉得按部就班的生活有点无聊，然后我又想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嘛。然后刚好 Kevin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之后，我们其实也没怎么犹豫就搬到东京来了。但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另外一个国家，又跟我们出去读书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在搬去东京之前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我觉得我们俩都因为留过学嘛，所以对异国他乡的环境适应力可能也是还可以的。其实也还好啦，主要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语言，因为之前完全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可能现在还是有点像游客，就不太能跟日本人很好的沟通吧。其实是因为本身日本也离中国也很近嘛，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的，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讲可能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听起来你适应的应该还不错，那接下来就是等于是还要接着学语言吗？对，就是想要学语言嘛。我们现在因为日语还是不是很好，就感觉还是有一点没有融入这个社会，就有点像游客。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寿司店，不是坐在板前嘛，然后正常情况下如果日本人去吃的话，那个寿司师傅会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什么东西最新鲜，或者说是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特色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去吃的话，他一旦发现就是我们用那个迷茫的眼神看着他 I don't understand Japanese 之后，他就会有点怵，他就不会跟你说更多的话，他就走开了，就会觉得有点缺失感。明白，就是你本来想跟他交流更多，但是日本人又特别害怕你讲英文讲外国话，所以他就反而他也拒绝了这个跟你主动沟通的机会，对吧？对，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去清景泽嘛，然后清景泽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正常情况下你坐电车买的那个电车票，出站的时候直接放进闸机里面，它就回收了嘛。但是清景泽它是人工回收的，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出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票从碟子里面拿出来还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是不是哪里程序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买的难道是张往返票还是什么的，就很惊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那个视频，我们的车票和那个碟子里面车票并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就猜测可能是那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在拍那个票，因为那个清景泽的那个车票很可爱，我就在回收之前一直在拍照拍视频什么的，可能想送给我们留个纪念。
是好意的，我就觉得好像当时我应该跟他说句谢谢，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有点遗憾。明白。哎，那我也想问一下，你学日语的就是目标，就当然第一个目标肯定是说要正常的能够在东京的这个生活里面能够正常的沟通，能够做自己对正常的做事情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也很想了解，就是很多人都讲说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如果你一直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自居，不强求融入日本社会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过得蛮爽的。因为可能很多东西就像你前面讲的，你去板前这个厨师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也是因为交流产生的，或者说很多麻烦也是因为交流产生的。那你如果不追求我一定要融入日本社会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心态好像活得还很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是要以追求要融入日本社会这个目标的话，听说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这方面你跟 Kevin 有没有讨论过，或者说你们是怎么想的？确实是的，因为日本其实是有一些明面上的或者是隐性的规则特别多的这样一个社会。就如果说你真的日语非常好，像 native speaker 一样，他们可能就会用本地的一些礼仪要求来要求你了，或者说你做的不到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冒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话，他们可能对你会有更多的宽容度。我和 Kevin 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来之前其实也挺天真的，就觉得完全就是以一个外国人，就是我只是说英语，然后我也不融入，其实也挺爽的。但是后来过来这边就觉得不说日语还是不太行嘛，就是还是想要跟当地有多一些的融入，多一些的沟通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你要跟日本人有产生多深的交集，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就是随缘的嘛，就是也不要去强求，大家生活轨迹那么不一样，硬是要去融入的话，其实也挺累的。那你现在搬到东京，现在也有2个月了嘛？那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虽然这个国家跟中国很近，比方说你想上海飞福冈的话，也就是1个半小时，飞东京稍微时间长一点点。但虽然这么近，但是还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特别大的地方。你现在叫什么 culture shock 的东西，你有没有感受特别深的这方面？我觉得Culture shock 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规则感嘛，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两面性的，就一方面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很礼貌，然后大家都很守规矩，比如说在上自动扶梯的时候，哪怕人再多，排到10米开外，大家也都是乖乖的站在左边去等那个自动扶梯，然后把右边留给需要快速通行的乘客嘛。然后像电车上也都是很安静，大家不会打电话，然后也不会吃东西，不会喝那种把地上容易弄脏的那种饮料，它某种程度上是让你舒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缺乏了一些随机性，缺乏了一种活人的感觉。对，我们在上海，因为你也知道，就很随性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吃饭预约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上海都不太会想到要去预约，大家就是朋友之间可能说，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然后一群人就直接冲过去了。可能这家火锅店吃不上，要排队，那商场里面总归能找到1、2家其他的选择能够吃上。但是日本这边真的就是，如果是好吃一点的店，最好要提前预约一下，不然随机的风险特别高。就是我感觉好像有些那些比较 fancy 的餐厅，如果你没有预约，你哪怕走到他的店门口，发现是有空位子的，他也不让你进去，他就是一定要求你要提前预约。我觉得 fancy 的餐厅要预约，我反而能够理解，就像那些 omakase， 它是根据第2天预约的情况，它去备料的。如果没有人来吃，他就不买这个食材，就这个还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走在路上随便想去吃一家餐厅，然后家家都要预约的话，就还挺麻烦的，我觉得。我们之前去箱根大永谷玩的时候，当时晚上从山上下来，2个人都已经饿得不行了，就想随便找家餐厅吃一下，结果接连去了4家餐厅，而且4家餐厅都还隔得挺远的，然后被打枪了4次。就后来被教育的多了，打枪多了，就是现在也知道要预约这回事情。对。
小某书上也说日本会惩罚每一个屁人，因为通常来讲在国内要去一个餐厅吃饭预约是这人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很随性的想 walk in， 可能在日本就不太能行得通。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是去京都玩嘛，当时年龄比较小，然后其实预算也不太够，也没有做什么功课说啊，原来日本的餐厅是要预约的，所以当时就是 walk in 那种连锁餐厅，那种呢也比较便宜一点嘛。是到后来第二次再去日本的时候，想到说，那要不要吃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烤肉啊什么的时候，做一点功夫才发现啊，它是要预约的，但是预约的时候又很紧张，因为不知道有哪些预约的方式。那有人说你在 Google Map 上是可以的，但有一些店说实话可能 Google Map 上它也不会显示在 Google Map 上可以预约，还是需要你打电话去的。那打电话就很难为人了，尤其你又不会日文，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感觉好像他们对于你不讲日语他就特别的介意这件事情。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会去搜嘛，就说哪些餐厅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以前不知道嘛，还是会在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会在那个大众点评上也会有一些这种日本旅游城市的一些餐厅的一些排名。但我不知道比方说日本本地人他都用哪些 app 呢，他通过什么东西去说我哪个店还蛮好吃的。我自己用的最多的是 Tabelog， 因为它的覆盖面特别广，就是从小店到米其林你都能找到，它的评分系统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大众点评上其实4星以上餐厅是一大把，但是 Tabelog 上面餐厅在4分以上真的是凤毛麟角，基本上3.5分以上都属于非常好吃，就不会踩雷的那种。Tabelog 上面它有一些店也可以预约，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最近其实出了一个中文版的微信小程序，这样就对我们来讲很方便。对对对，我就想起来 Tabelog 它是日文的，就是那个 app 是日文的。对，我不认识，就是打开之后发现根本不认识，完全不晓得自己要找哪个餐厅。我可能因为现在还学了一点点日语，大概知道说什么东西是什么，但是以前的话打开完全就只能放弃，然后只能还是再回到 Google Map 上去找。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小窍门，就是 App 上面它是日语的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用网页打开这个预约的平台的话，它是可以用浏览器里面的自带的那种插件把整个网页翻译成中文翻译过来。对对对，那个也是挺方便。我觉得地图软件也是很好用的，这种情况就适合于你已经到那个地方，你想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Apple Map 和 Google Map，Apple Map 的话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直接看到 Tabelog 上的评分，但是它没有预约的链接。Google Map 有预约的链接，它把所有这家商店能够预约的链接都汇总在一起就很方便去预约，但是它看不到 Tabelog 评分。它上面有个 Google 评分，那个就可能评的比较少，基本上要到4分以上才比较好吃，所以我通常就是2个地图软件交替使用。然后你刚刚说到的要打电话去预约的这种情况，其实淘宝上也有一些可以帮你代订餐厅的这种服务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前面想说的，就是花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对，这种就适合你有一些客制化的需求的时候。比如说我之前请别人吃饭，我已经在网上预约好了餐厅，但是人数突然变了，那我就通过淘宝去打电话给商家去改人数。你说到这个我也想问，日本的餐厅就是会刻板到哪怕你预约了，比方说你要去4个人，但临时有人不能来了，只去了3个人，他也会不让你开餐吗？或者说会拒绝你入座吗？这个我真的没试过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乐观。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如果你约的是4个人，但是你实际上去的是3个人，他还是给你一个就是4人桌嘛。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他不会拒绝你的，但是如果5个人去了或者6个人去了，他那个桌子可能就坐不下了，那种是不是有一点风险对，然后我也很想其实提醒愿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带小朋友去餐厅的，这个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餐厅是不是愿意接待小孩，因为日本的很多餐厅说实在话不是属于这种儿童友好型的，他看到你带小朋友来，他可能就直接拒绝你入内了。
我有朋友他因为他小朋友比较小嘛，当时他还是抱在怀里面，他说他当时是都已经预约了，但是他也确实没有在意到说这个餐厅是不接待小孩的，但是那个餐厅到那个时候还是拒绝了，就说我们这个餐厅是没有提供小朋友的这种服务的，所以他当时也蛮沮丧的，因为也很辛苦嘛，抱着孩子玩了一天了，然后结果饭也吃不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建议要提前要再确认一下。这个在 Tabelog 上面其实是可以筛选的，勾上那个接受儿童的那个选项之后，它就会出来接受儿童那些选项，对吧？哎，那话说像你居住的这个区域啊，或者经常出去玩那些地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一些餐厅呢？其实说实话，我家附近没有什么吃的，就是我家附近有一个美食街，它是在那个车站附近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条街到了晚上就会有很多蟑螂出现在那个街上。我本身又很怕这个东西，而且很夸张的是，我们甚至在那个街上看到过好几次老鼠，就真的认知冲击，你知道吗？我很难想象，我觉得这才是 culture shock， 就是怎么会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老鼠？对，我也不相信，但是它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躲都躲不开，就很夸张，所以我们在附近吃的比较少。然后我也去找了3家我们觉得经常会去吃，或者说是会再去吃的餐厅，推荐给大家。第一家叫一心，它是一家烤肉放题，主打就是吃牛舌的，6980日元每人。推荐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的牛肉的品质很好，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价位能吃到这个品质的牛肉，其实是很有性价比的。是6980元，吃和牛的话也不算贵。对，然后是放题，你就可以吃到很饱很饱。它是一家连锁店，在有乐町、目黑、上野还有池袋有分店，官网上是可以预定的，然后到时候我们把链接放到资讯栏里面。第二家叫 Zakuro， 它是一家老字号的shabu shabu涮涮锅，成立于1955年，到今年刚好是成立已经70周年了。我看他官网上介绍自己是第一家把涮涮锅引入东京的餐厅。价位方面的话，这家是价位偏高，但是可以吃到被誉为日本和牛之王的这个松板牛。然后整个用餐的体验也很不错，它是有穿着和服的服务人员帮你全程服务的，从头到尾会把这个肉涮好，然后分到你碗里。我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就是这个涮涮锅就是日本人的小型火锅是不是？但是又不是寿喜烧，我能这么理解吗？不是寿喜烧，寿喜烧的那个汤是比较偏甜的，然后涮涮锅的话它有点清汤的，就是那个汤并不是很有味道，它是让你吃那个牛肉的本味的，是这样子。明白。Kevin 爸妈来，我们带他们去吃的这一家，因为当时我们刚好是在日本桥逛街，也是很幸运的碰巧 walk in 这家餐厅，就是没有预约去吃的，然后 view 也不错，它是能够看到一些街景，然后看到对面的三越商场的，然后预约方式也放在资讯栏吧。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大的都市一般都是这样，就它有一些特定的区域，它未必味道是最好，但它一定是贵的。就是你大概说啊，如果你去哪里旅游，那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朋友说啊，比方说你来上海好了，然后很多人说啊，那我们就在陆家嘴这边吃，或者说我们去新天地那边吃，那大概熟悉大概知道上海情况人就会知道说那大概餐厅也都是不便宜的。我不知道东京像这些区域都有哪些区域呢？那肯定是六本木啊，港区会贵一点。那有没有哪一些店是小众一点，好像就是日本人自己觉得说，我们自己吃的蛮好的，但是游客可能确实不太清楚，有没有这些店的推荐？日本人我知道有一家叫鸟贵族，我们其实自己也挺爱吃的，就是一家平价的烧鸟店，那个是日本打工族或者年轻人下班的时候很喜欢去吃的一家店，因为它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是一样的。就每一样东西不管你点哪个部位都是一样的价格吗？对对对，但是这家排队蛮厉害的，就是能吃上也可能要靠一点运气，而且他们家的出品不是很稳定，烧的特别焦的那种肉端上来也有主要是还是赢在性价比。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两家一心和 Zakuro， 我觉得我去吃也没有碰到什么游客，都还是以本地人为主。
这个一星其实是我们当时去 Big Camera， 就是日本当地的一个电器城办手机卡的时候，工作人员推荐给我们的，所以，应该是比较小众吧。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一些美食可以推荐呢？特色，你说东京吗？或你就觉得说来了你一定要试一试，一定要吃一吃的。我觉得东京有一个好处，因为它算是经济中心了，所以世界各地的那些不管是洋食还是和食，各种餐厅在这里都有很高水平的那种店。而且东京是米其林星星最多的城市，平均有200多家吧，每年比巴黎都多。所以如果你想要 fine dining， 想来摘星星的话，其实也挺爽的。像平民的小店铺，这里其实很容易，就是你走进随便街边的一家店，都是有名店，对，百年店的这种。我想起上次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上野公园的车站，随便吃了一家拉面，叫东京江咖拉。那家店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啊？然后后来才知道是有名店，鹿晗给关晓彤在里面庆生过。对。过期糖，不好意思。这个总不是在那个餐厅里面放的照片吧？应该是你事后对事后去搜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店很好吃，所以我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搜出来的。哎，听起来鹿晗还蛮务实的人。当时给当时女朋友庆生是在拉面店，我以为至少会在一家很高薪的这种米其林餐厅里面。他们去的那家店叫九州江咖拉，那家店是疯狂排队的一家店，或者说是在他们吃之后变得有名的，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吃的那家叫东京江咖拉，应该是他们的那种分店，不是那么排队的。但味道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拉面，也不咸，非常的 balance。你有看那个一饭封神吗？我最近看一饭封神，非常 balance。 我没有看，但是这是谁的讲法？是谢霆锋吗？里面有一个评委叫 Vicky，他非常喜欢说这个，然后味道很 balance。在我们全人类已经放弃追求 work-life balance 的时候，现在在追求味道的 balance。对，那这里其实也还蛮推荐朋友们，如果是一些很有名的餐厅品牌的话，不一定一定要去它的总店吃，去它的分店吃，味道也是比较稳定的。对，总之参考一下 Tabelog 评分吧，那个比较准。对，所以现在我们这一趴的重点就是 Tabelog 的推广。对，说起这个，我其实还有一个终极窍门，就是订餐厅的。因为时长的原因，剩下的内容会放在下期给大家看哦，记得关注我，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了。对于今天的视频，你有什么想法呢？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好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和牛就是牛中香槟，对方听懂的概率会大幅的提升。会不会面临说我去餐厅，我连米饭可能都会吃不起了，因为一碗米饭会特别的贵。日本有一个福禄虾偷故乡税的东西，本身是政府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嘛，结果后来就变成打工族薅羊毛抵税的一种方式了。